这是我 TMB 系列的第4集。一个完全没有登山经验的小白，却决定独自挑战横跨3个国家的白朗峰环线。一路上心里有挣扎，也遇到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，但也看到了让人平息的美景和温暖的人情。这一集都会是在瑞士的境内，跟着我的镜头，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史诗级的徒步路线，跟我一起感受大腿的肌肉越来越壮大的感觉。你好，我是Alison，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一起出发 ，on 1吧！这是我 TMB 的第5天，昨天也就是第4天，我才从意大利千辛万苦的徒步到瑞士的拉佛里。在山屋吃过早餐之后，我要赶紧出发，开始今天的行程。现在8点半，然后这是我爬山之前的样子，现在还是人模人样的，待会就不一样了。这是我今天要去的行程，我的打算呢就是下坡这一段用走的。然后上坡那一段刚好在罗斯也有巴士，可以带我搭到这个胸培雷。现在我要出发了，先跟着我看一下今天的路线。离开山屋之后，就要先徒步7英里，下降2450英尺，接着就要面对5.2英里的上坡，要爬升1620英尺，就会到达我今天要入住在胸培雷的山屋。全程都要徒步的话，大概是12.4英里，有一般登山经验的大概要花费6个小时。现在就看着我这个小白如何完成今天的任务吧。天气很好，昨天有打雷，我还以为今天会下雨。目前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听说今天下雨几率20%。这是往那边走的意思。喂，来吧！这是我们前一个晚上住在同一间山屋，然后又跟他们搭同一班巴士。然后刚刚我迷路的时候遇到他们，现在他们带路，好巧哦！这一对法国父女人超好的，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感情很好。因为这个爸爸退休了，想要爬 TMB， 所以女儿就请假来一趟父女的旅行。Made it！ 这个爸爸还提醒我说，不要靠近河边，因为这里的水流会一下子来得很快很急，所以安全着想，不要靠近河边。走到这里，这景色太美了。哇哟！可是我没有时间看，又走错路了，真是的，我刚刚又走错路了，幸好一群人往另外一边走，所以我赶快回头，跟着人肉 GPS 比较快。好了，又看到路标了，往那边走。OK， 我现在在这里等巴士，我来不及走到这个 Osijeka。所以我现在在 Paderborn 等车。我刚刚是从这里下来，然后这里有一间 hotel， 这里有一些民宅，然后我在这里等巴士。好，我搭上巴士了。一上巴士呢，旁边就有一个人在卖票，你跟他说去哪里，他就会帮你直接买票，所以就算换巴士也不用再次买飞。所以就算换巴士也不用另外买票。这一趟巴士要12瑞士法郎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贵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我发现他卖给我们的是1日票，所以才比较贵。好，我们已经在 Osijeka， 就是那个巴士站，但是他说同一班巴士会直接载我们去 Compelled，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等他再次开车就好了。其实搭车欣赏风景也是很好的，不然我一直赶路，根本没有办法左顾右看这些漂亮的景色。其实我也不想把行程排得这么赶的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在适当的距离订到山屋，所以单日徒步的距离只好拉长，有些时候就需要靠一些交通工具。我这个平常坐邮轮的登山小白，赶路已经赶了4天了，实在有点吃不消，所以今天就当作是休息日，也给自己一些时间看一下风景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个湖，今天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湖边的生活。11点45分到达了这里，现在我先去我的
商务 check in。好，我到了我住宿的地方，看起来很不错哦。这间就是了 The Plan Air。他说4点才会开始 check in。现在我先把包包放到他所说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去逛一下。这里真的很棒，适合我在这里做一个短暂的休息。今天刚好是第5天，明天的路呢，整天都没有机会搭巴士的，所以今天就省一下我的脚力吧。现在我一看到上坡我就害怕了。现在这边做一个游客，这里有一间专门吃可丽饼的，价钱还不错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商店。这里就是很像那个观光区，我不是在平地上哦，我是在4800英尺上面的一个湖边。这里的湖水好清澈啊！现在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面包。这里有一间小型的商店，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哦，这些看起来好可口哦。这边的价钱还蛮合理的耶。这个派看起来非常好吃，3.9瑞士法郎。没多久就下起雨来了，再次觉得今天坐巴士的决定是对的，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徒步呢。现在雨停了，很幸运，我这几天的登山行程都没有遇到下雨。今天很早就来到这里 check in， 然后可以在这里躲雨。希望明天的天气也是好的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我只走了4.6英里，花了2个小时45分钟，没有爬升，总下降是445英尺。这些山屋不管看起来多漂亮多舒适，但厕所跟浴室一定是不方便的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因为一直都有人在用洗手间，所以我就不方便拍了。另外在这间山屋吃饭的时候呢，是排队自己拿食物的，所以也不方便拍。但是吃的都蛮好的，而且大家都好节制哦，我觉得我自己吃好多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，这就是隔天我们吃的早餐。我要开始出发了，我已经落后了。这几天我遇到很多同行的人，其实虽然他们看起来年纪很大，其实他们从小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很多强烈的活动。其中一个72岁的，他是做铁人3项的，他的体脂肪只有13%。然后他刚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没有运送你的行李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背着他走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很惊讶，你可以第一次爬山就爬这种路线，然后还可以一路跟上大家。”所以突然间他给我很多勇气跟鼓励。因为其实虽然我真的是第一次爬山的一个 baby， 但是我希望自己可以跟上。那偶尔要坐一下巴士，目前还算是可以接受吧，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现在今天是我的第6天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每天都想说要 quick， 但是我也没有，我坚持到第6天，然后今天应该不会很困难，所以加油，要给自己打气。今天的行程是从我还位在瑞士的 Schönpellet 徒步到瑞士的 Tien， 下坡一小段之后就要开始3.6英里的上坡，大概要爬升2380英尺。到了今天的最高点之后就要下坡3英里，要下降2460英尺，总距离是9.2英里，有一般爬山经验的大概要6个小时。注意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登山小白的话，今天的路线应该要避免一条叫做 Fernet Dabet 的副线，这是一条很陡很讲求技术的一段路。我可以看到路牌了，我去的是最后一个地方 Tien， 跟着他们走。我刚刚又走错路了，他们的路标跟我的设定好的 GPS 不一样，所以很挣扎。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很挣扎。今天一早就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，到处在找路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多次。那是因为去同一个地方的方法有很多，我的 GPS 跟别人的 GPS 不一样，而且跟他们的官方路标也不一样，所以真的很挣扎。
就是今天跟我同路的美国 Lady， 她就是我说的玩铁人三项的 Lady M。这条路好多小房子，好可爱哦！现在看到一群人在我前面，我终于可以放心了，慢慢走，不用再赶。我觉得我今天的状况好很多，可能是昨天搭了巴士，所以有一个半天的休息。今天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再加上我已经训练了自己5天了，所以呢，我的身体比较能适应。而且我调整了一下我包包背的方法，感觉没有那么重了，整个人好像可以跑起来了。然后这里风景很美，希望这种平路再多一点点。我们待会要做一个爬升，然后我一定就会慢下来了。上坡我真的不行，应该现在开始要上坡，要爬过这一座山。好，加油，Alison！这种石头路很不好走，很费脚力的。目前看来，我们是要穿过某一座山，不晓得往哪边走，要跨过这一座山就对了。现在我们要跨过这个小冰川，应该不用冰爪，还要过这个溪流，但是我们不要往那边走，往前走不会有问题的，不会有问题的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坐着休息一下，喝我的水，然后继续往上爬升。这就是我，然后继续往上走，没完没了的。什么时候知道是对顶呢？就是开始下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已经到顶了。可是幸好这里有一间山屋可以让我取水，很多人在这里休息，但我进去看一下，也要不要吃个东西。我又遇到昨天的日本女生，然后我们都在这里休息，好有缘啊！这里只可以给现金。这个很厚的苹果派8欧元，我们现在还在瑞士区，但是它是收欧元的。这个15欧，马铃薯加起司。在这里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和朋友相认的时候，然后就会说：“哎，你也在这里，哎，我也在这里。”然后就在那边吃饭打招呼，非常棒。这里很棒，休息的好地方。哇，这景色超好的。我应该有在这里休息超过40分钟。难得有时间可以休息，那现在我接着往上坡走，听说没有很远，看到指示了，我们要越过这一座石头，然后就接着往那边走，来到这里就开始往下了。好漂亮哦，这里太美了。可以看到几间商屋啊、酒店的，这是代表说我快到了。今天还不错，有休息到，然后全程都用走的。看一下我今天入住的商屋到底在哪里？有了，那边看到路牌，还有好多人，那就对了，走对了。这里看起来很棒耶。看这个山景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多待了。好，现在我要往这边走才对。当我正在找路的时候 ，Lady M 突然叫住我。原来她在这里边休息边等我，让我们一起走到今天入住的山屋。OK， 虽然那个只是说往右边走，但是我们决定跟着我们 GPS 往这边走。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去同一个地方，如果是骑脚踏车的话，才是往右边走；徒步的话是往左边走，没有错。
我们应该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哦，这里有个巴士站呢。扣除休息的40分钟，我总共花了6个小时半走到这里，还不错。好像就是这一间，对，到了。希望今天有一张下铺床，我就已经很满意。这就是我入住的山屋。每个人都要把鞋子放在这里，这样才不会把房间弄臭。然后这里是我们的餐厅。好多亚洲人入住这一间，今天应该是满的。我被安排在一间非常窄小的4人房，我如愿的得到一张下铺床，但是坐着的时候背都没有办法打直。唯一庆幸的是，我竟然被安排到前天在意大利遇到的3个台湾女生分享这一个房间。但是这里的浴室不是很好，这边只有个厕所，然后这里有2个浴室，而且只有浴帘分隔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然后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，很美很美。这边就是有名的粉红色教堂，在这里有2个猛男在打乒乓球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室外的地方可以休息。这就是这里的粉红教堂，但是已经关了。我在周边看一下就好了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晚餐，有汤，有沙拉。主菜可以选择素食的咖喱，或是马铃薯 cheese 火锅。我建议不要选这个，因为除了马铃薯跟 cheese 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我们的甜点冰淇淋。总结，今天我走了9.3英里，扣除休息时间，我走了6个半小时。只比预计的多花了半个小时，有进步了啦！下一集我将会从瑞士走回法国，到达非常有名的白湖，还住了一间非常特别的山屋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着我这个登山小白一起完成这一趟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！